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田曦薇首尔街头啃糖饼背后，一场为普通女孩精心策划的松弛感骗局。田曦薇这波首尔街头啃糖饼，我觉得已经不是女明星松弛感了，纯属把普通女孩的社交焦虑盘成一道理财产品，谁看谁上头。说实话，我刷到那段啃糖饼的视频，第一反应不是好美，而是这也太会算账了。素颜对脸、痘印、汗毛、汗珠全挂在那儿，灯还是路边那种昏黄路灯。按以前娱乐圈的审美，这种镜头早进回收站了，而他团队直接发。结果呢？评论区一片哀嚎，原来明星皮肤也就那样，让美颜相机害人不浅。老实讲，给我看乐了。而你再看他当时那身行头，就更有意思。媒体那几天都在转，说他在首尔明洞逛街，穿了一件大概50块上下的小碎花吊带，背了个韩国小众品牌 LMC 的单肩包，500多块钱，正儿八经学生党咬咬牙也能拿下的那种。结果他视频一发， LMC 那款直接在官网代购店挂售罄，访问量翻好几倍，韩国那边时尚媒体都乐得开专题。我身边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我闺蜜，人家看完视频连夜下单，还特意跟我炫耀，你看咱也能松弛一回。包到手，打开一看，容量感人，粉饼竖着塞不进，手机更别想，连充电宝都得压缩一下。他在客厅气得绕圈，说这哪是包啊，这是社交货币小钱包。话说回来，这就是关键点，他们买的压根不是包，是田曦薇那股我随便一拍就能出片的生活感。北京话讲，这叫欠儿对了。它不是那种冰雕挂画的路线，而是你在对面工位看见的那种小姑娘，午休趴桌子睡一觉，醒了头发乱七八糟，随手一扎就能见客户，你还觉得挺顺眼。我后来翻了一下他这2年的行程报道，才反应过来他多早就看明白这条路了。央视电影频道、新华社、人民网都报道过他演的几部剧，提到他平时特别爱发日常，不怎么刻意营业。他1年真没接几部戏，不少时候人就消失在剧组以外的地方。结果在小红书、微博、抖音这仨地儿，常年挂在生活方式相关话题里。他干嘛呢？逛超市、撸猫，和朋友坐地铁，凌晨吃烧烤。那种照片有多随意呢？糖葫芦的糖浆沾到手上，指甲还有点花，啤酒罐摆得乱糟糟，桌上纸巾团一堆。我就纳闷了，这种图换别的女明星发，评论区早开始骂没偶像包袱，轮到他这儿，就是好真实，好像我是有。你说粉丝这群人，嘴上说着追星要看作品，手倒是很诚实。而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团队明显是有策略，而不是瞎碰运气。你看这次首尔逛吃，选的时间是6月前后，刚好学生党和刚出来实习的那波人最难熬的时候，工资刚发，想犒劳一下自己，又不敢买太贵的。他拎的包、穿的衣服都控制在很新一下能买的区间。Your 那边的数据，国内不少媒体都提过，去年因为他带火了几款基础款，销售增长很明显。品牌方自己采访还说，他能把白 T 和牛仔裤穿出校园感，转化率比大牌大片还高。反过来看看其他女明星做品牌，一会儿高定，一会儿珠宝，动辄就是几10万那种造型照。说白了，普通女孩连试穿的机会都没有，你看着再好看也跟自己没关系。而田曦薇这套打法，是在跟粉丝说，咱买的是同款，也是同一档消费力，我没比你高贵多少，你不配合我。粉丝一听，哎呦，这不就是平价同款的精神领袖吗？你看啊，真正高明的是，
他把真实当成了稀缺品。现在社交平台上，精修图、10级滤镜、修到鼻孔都变形的人太多了，普通女孩天天看那些脸，心里累得很。突然来一个，痘印在，法令纹也在，笑起来还有一点牙龈，皮肤状态就那样，可人家镜头感好，构图舒服，表情自然，这一下子就给自己拉开差距了。照着平均脸修美是最简单的，敢不修才比较难。而品牌看重的就是这个难，要不然 LMC 凭啥一个包突然卖断货？人家在韩国也不算什么大牌，国内知道的人就更少。结果他这么一背，立刻成了去首尔必买小众包。你说韩国旅游局省了多少广告预算？就这段姑娘们排队打卡他同款街角的视频，流量真不比官方宣传片差。更搞笑的是，他撞衫 New Jeans 那次，按惯例，国内小花撞上韩国热度女团，一般是团队赶紧删图换造型，唯恐被粉丝骂蹭。而他这边愣是没当回事，衣服该穿还穿，就那种校园甜酷风，穿出一种隔壁班文艺委员的味儿。网友自己在那里做对比图，一边说哈哈撞衫了，一边偷偷下单同款。这种自来水，品牌求都求不来。我觉得吧，他最大的聪明是把打卡这俩字完成了长期投资。他不急于靠1-2部爆火的剧翻身，而是用大量日常生活去铺垫一个隔壁小姐姐的人设。等到剧一播，观众脑子里已经自动带滤镜，这是我在网上看生活 vlog 的那个人，不是横空出世的新脸。养成系的好处就在这儿，你看着他慢慢变好，时间一长，感情就不一样了。有导演在采访里也说过，现在选角色反而不太爱用那种完全不接地气的流量脸，因为观众不容易代入。你想啊，一个角色要是天天端着演，观众看2集就累了。田曦薇这种平时就爱在路边摊撸串，穿 T 恤加拖鞋溜达的人，丢到校园剧、都市轻喜剧里，自然就顺。他的生活状态本身就接近角色，演起来不会太假。而说到底，这套松弛感经济学背后是对年轻女孩情绪的精准拿捏。大家现在都在卷绩点、卷转正、卷租房、卷穿搭，连点外卖都要卷到比价软件。焦虑这么高，你再给他看一堆天价包、天价珠宝，除了让人更烦躁，没别的用。而一个人告诉你，我也会吃完炸鸡忘擦嘴，我穿的衣服就你能买得起，我的快乐你也可以复制，很多女孩立刻就会软下来。我身边好几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工资真不是很高，但每次她发这种逛吃照，下单速度比付房租还快。我问过他们，你们不心疼吗？他们说心疼啊，但这是我能控制的那一点点快乐。我当时听完有点感慨，以前品牌宣传老说什么赋能女性，说的虚头巴脑的，人家这一套倒是真的给了他们一点心理安慰。当然我也明白，这套真实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真实。你看他那些不修图的照片，光线依然好，构图依然讲究，发的时间点正是平台算法最爱的黄金时段，还时不时带一下品牌定位和标签。哪有那么巧，赶巧都赶到 KPI 上去了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场包装过的自然，但人家不装神仙，愿意装同龄人，观众就愿意买账。有人问我，这是不是一种新的 PUA？ 用我跟你一样去卖货？我想了半天，觉得是也没那么绝对。反正你刷短视频的时间也要花掉，钱早晚要花。跟着一个相对接地气的路线消费，总比为了看起来像杂志模特把自己掏空强。关键是你的知道这是生意，不是闺蜜给你安利，心里有数，自己做选择。我就纳闷了，
那些动不动说95后小花没脑子，只会傻笑卖萌的人，到现在还看不明白这种精算方式，真有点跟时代脱节。人家把流量当复利去滚，日常生活当资产去经营，品牌当长期合作伙伴去培育，不是那种一次性圈钱就跑的打法。这种头脑在任何行业都算聪明人。而最妙的一点是，他清楚观众真正需要什么，不是神，是能一起蹲在路边啃鸡腿的人。娱乐圈这几年塌房塌的大家心都凉了，对那种高高在上的完美人设，信任度真的就那样。你给我看一个会长痘、会吃撑、会在便利店纠结哪瓶饮料的明星，我反而觉得更靠谱。钱、热度、资源，最后都落回那些敢放下神坛的人手里，这不是挺符合因果吗？所以说，田曦薇首尔那组逛吃土火到现在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他赢的地方不在于皮肤有多嫩，腿有多细，而是在于他敢承认。我也会在夜市边上拎着小包狼吞虎咽，我也会买个其实不好装东西的小众包，只因为他拍照好看。这点诚实比新垣结衣同款滤镜值钱多了。至于那只装不下粉饼的 LMC 小包，我最后还是被我闺蜜安利成功了。她跟我说，得了吧，装不装东西不重要，装的是咱对自己生活的一点点期待。我当时嘴上说她矫情，转头自己也点开了购物车。说实话，人到中年还会被这种小情绪打动，我也算服了自己。